青岛的土豆包子刚刚出锅。好，我们先来和面，这是300克的中筋面粉，我这里有165毫升的水，现在是夏天，我一般就用凉水好了。然后3克酵母，3克糖。和这个包子皮的面得稍微的软一点，但是又不能太软。太软的话呢，它就hold不住那个馅儿；太硬呢，它又不好包。所以我这个比例大概是100克的面粉比65的水。好，现在都成絮状了，我就可以下手和了。手洗干净了，比什么都好用。这个面团比较好和，因为它不是那种很软的面团，很软的面团的话就比较粘。像我这个几下就和出来了。基本上和到这种没有干粉，我们就不用再和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先休息5分钟。5分钟过去了，我们再把这面稍微揉一下就好了。让这面稍微休息5分钟，它就特别听话，特别容易和。而且一休息以后它就不粘手了。所以和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做不同的面食，只要掌握好水的比例，其实是一点都不难的事儿。再次醒面，这次让它发到2倍大，估计半个小时。我们准备调馅儿，这是2个中号的土豆，我已经把皮儿削了。接着我们搓丝儿，最后这个地方一定注意手的安全。好了，首先给这土豆丝上撒点盐，把水煞出来，和一下。都说土豆的话吃了会肥，但是经过我这样处理一下，它就没有那么多淀粉了。好，我们先让它煞水，大概10分钟吧。我这又准备了一小把的韭菜，把它洗干净。如果不喜欢吃韭菜的，也可以用芹菜来代替。韭菜洗干净，沥干水，切段备用。这时候土豆丝已经腌了10分钟了，可以看到下面出了很多的水。接着就是用清水把土豆丝好好冲洗几遍，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上面的多余淀粉给冲洗掉，这样吃土豆也不会怕胖了。多冲洗几遍，直到水变清为止。冲洗好了以后，把水沥干，最好还是把水给它攥出去。家里如果有屉布或者是那种 cheesecloth， 都可以用劲儿把水攥得更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调馅儿了。我们这个馅儿的味道非常简单，我用了一点酱油膏。如果没有酱油膏的话，你可以用蚝油来代替，我用了1大茶匙。麻油也是1大勺，糖我这里加了1小勺，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味道，这里也都可以加进去。觉得不够咸，也可以补点盐。虾皮我这里用了大概2大汤勺吧，如果喜欢吃素的朋友可以不用加。切好的韭菜也倒进来。白胡椒粉我加了1小汤匙。这就是咱们基本的所有味道了，把全部材料给它拌匀，我们这个馅儿就调好了。有人喜欢吃辣的话，这里也可以撒一点辣椒粉，辣椒粉加进去也特别的提味儿。好，我们这馅料也准备好了。现在面已经发到2倍大，已经发好了。面垫上我们撒一点毒面防粘。我们在包之前再把这个面稍微揉一下排排气。现在天气还是比较暖和，所以这个面一定要注意，千万别发过了。只要发到2倍大，就得赶紧开始揉一揉，把气都排掉。你看我一边揉，可以听到这个气泡爆裂的声音。蒸出的包子要好看，必须得稍微揉一下，把那个气泡先给它排出去以后，让它再次发起来，那个气泡会更均匀，这样的包子才会包得很蓬松。不用揉很久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直接把它搓成一个长条。接下来就是揪成面剂子，我比较喜欢用手揪的方法，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大小都比较均匀。我一共是分了12份出来，然后就是把每个面剂子给它搓圆按扁。
擀成中间厚、边上薄的包子皮，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给它包成包子。我今天包的这个很简单的，是半月牙形的。这种方式一个好处就是，除了简单，它能够放很多的馅儿。这不锈钢的小屉子上，我给喷了点植物油。如果不喜欢喷油的话，你可以放上屉布，它也不会粘了。我今天是从冷水上锅，用大火蒸15到20分钟。时间到，熄火，不要马上开盖，先让它焖2分钟以后再打开。焖了2分钟了，可以打开盖看看，咱们这包子是又白又胖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暄软。屉上有油，所以这底儿一点都不粘。试吃时间到，咱们这包子不仅外头好看，撕开以后香味马上就出来了。其实材料特别简单，就是土豆、韭菜，还有点虾皮儿。把土豆馅上的多余淀粉冲掉以后，用它来做馅儿也不用怕胖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另外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s for watching.